诸位啊，今天咱们一上来，先来讲一个特别扎心的现象。你看现在的人啊，天天跑去求神拜佛，求什么？求暴富，求一夜成名，求老天爷赶紧掉个大馅饼砸在自己头上，对不对？大家心里是不是都这么想过？但是我跟大家讲，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易经里头早就讲得透透的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你们要明白，命运呢，它就像是一个杯子，而你的心性、你的修为、你的阅历，就是这个杯子的容量。老天爷如果突然给你倒下来一桶水，在世俗看来，那叫走大运了。可是你的杯子就只有那么丁点大，结果是什么？杯子直接就被这巨大的水流给冲爆了，连个泉丝都留不下。所以你看啊，现实生活中那些突然中了彩票巨奖的人，或者突然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爆红的普通人，你仔细去观察他们，没过多久，要不然就是惹上官司倾家荡产，要不然就是精神出了问题。诸位记住了啊，突如其来的好运，如果没有极强的命格和定力去承载，那就是个大灾。任何没有经过长期积淀突然爆发的阳气，都会因为你压不住阵，最终转化为反噬你的阴气。这就是易经里说的阴阳消长。大道理不多讲，我今天给大家扒开一个活生生的真实案例，带你们看看真正的大运砸下来时，到底是个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人是谁呢？咱们就叫他某 S 姓女星吧，懂的人自然懂。这位后来可是成了某港圈叱咤风云的大事后，拿奖拿到手软，地位极高。但咱们不点名，咱们只谈命理。你看他刚入行的时候是怎么面对这个天降大馅饼的。早年间呢，这位 S 姓女星在海外留学，读了个酒店管理，刚毕业回国，正赶上过年期间，根本没人招工，找不到工作。这时候正好电视里响起某老牌大型选美赛事的音乐，他妈妈一看就随口说：“哎，不如你去参加这个选美吧。”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大喊：“你神经病啊！”大家看，这就是普通人面对未知命运的本能抗拒。他心里害怕，觉得输了怎么办？多丢人啊！但是命运这个东西啊，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有时候老天爷注定要让你走这条路，旁边的人就会不知不觉成为推你下水的推手。她最好的闺蜜直接帮她拿了报名表，甚至连字都替她填好了，一条龙服务把她递了上去。直到今天她都不知道是不是她妈妈和闺蜜合谋的。这在命理上叫什么？这叫命带一马，外力吹动。时机一到，你想躲都躲不开，周围的人都在推着你往那个巨大的能量场里走。结果去面试，尴尬的要命。一个人走进去，前面一长排考官坐在桌子后面死盯着他，问了什么问题，他紧张到全都忘了，大脑完全当机。最恐怖的是还要换上泳衣走一圈。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这简直是社死现场。面完试，她还以为没戏了，结果在搭乘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某航空公司通知她：“你被录取了，来当空姐吧。”你看，人生的岔路口就在这儿显现了。普通的工作和充满未知的名利场同时摆在面前，结果就在这时候，选美那边也通知他入围了。命运直接硬生生的把他拽进了娱乐圈的训练营，进了那个场子，考验才真正开始。你要知道，娱乐圈的名利场，那是个能量极高、极度消耗人的地方。因为那一届的主题是古代历史，他们要穿7个不同朝代的衣服，戴7种不同的帽子，每天排练跳舞，排到凌晨3点钟。第二天早上又要爬起来继续。他们私底下开玩笑说：“咱们不是在斗谁漂亮，咱们是在斗谁的黑眼圈小。”
谁的眼袋小。在这个高压的过程中，巨大的命运转折带来的压力开始疯狂冲击这个小女孩的身体和心智。到了半决赛彩排的时候，她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全身发抖，抖到主持人问她话，她大脑一片空白，一个字都答不上来。最后导演只能喊停，让她先去后台休息。到了总决赛直播，更是分秒必争，衣服要穿好几层，最里面是泳衣，外面还要套古装，整个人像打仗一样。诸位看到这里，你们发现没有？当一个人彻底改变人生的巨大机会，爆发的大运砸向一个刚刚毕业、心性还未定的小女孩时，她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狂喜，而是极度的恐惧、心虚和生理上的颤抖。这就对了，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警告，外在的能量太大了，你内在的定力快兜不住了。人生如同阴阳消长，外面的阳火烧得越旺，你内心的阴水如果不充盈，你整个人就会被烤干，这馅饼就会变成砸死人的铁饼。那这位 S 姓女星当年在那么大的恐惧和高压下，后来是怎么扛住这个巨大的能量场，没有被命运反噬，反而借势起飞的呢？她入行之后又遭遇了怎样的业障清理？很多人一碰到倒霉事，一在单位里被领导骂，或者做生意亏了点钱，马上就怨天尤人，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是不是老天爷瞎了眼？我跟大家讲，你们要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顺境都是在消耗你的福报，而所有的逆境都是在替你消业障、攒福气。易经里有个卦叫坎卦，坎代表什么？代表水，代表低洼，代表重重险阻和深渊。但是古人又说了，上善若水。为什么水好？因为水永远往最低处流，它能藏污纳垢，能忍受别人受不了的屈辱。一个人如果能在低谷里受得住屈辱，你的命格才会变得像大地一样厚实，这就叫厚德载物。咱们再看刚才说的那个某 S 姓女星，她糊里糊涂进了某电视台，选美拿了名次，这是大顺境吧？是消耗福报的时候。紧接着老天爷的大耳刮子立马就抽过来了，这叫阴阳平衡。她刚进去没多久，完全是一张白纸，经纪部门就安排她去试镜一部非常经典的古装武侠大制作。高层其实也怕她搞不定，所以先让她去演了一部时装剧试水，练练手，然后再进那个古装大剧组。结果呢，戏一播出来，全城哗然，铺天盖地的全都是骂声。那段时间全城大大小小的报纸头版头条都在骂她不会演戏，大家嘲笑她的声音不好听，尖细的像小鸡叫，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鸡仔声。诸位，你们试想一下，换作是你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一打开报纸全是在骂自己的，连上个街都觉得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受得了吗？这绝对是极大的挫折，对不对？很多人到了这一步，道心就碎了，就抑郁了，就退圈不干了。但是命运神奇就神奇在这里，某电视台根本没给他时间去伤心去崩溃，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紧跟着第2部、第3部戏的通告已经砸下来了，他根本没时间哭，只能硬着头皮去请教别人。我没学过表演，我说话像鸡仔，我到底该怎么办？为了练声音，他天天躲在家里，拿着报纸扯着嗓子大声朗读，还生怕邻居以为他神经病发作了。这就是在重压之下强行破局。最狠的一次考验，也就是我开头说的被人指着鼻子骂祖宗。当时拍戏有个剧务导演临时通知他，要求他必须提前15分钟到片场。他是个新人，心里想，我又没有任意门，时间卡得这么死，我怎么可能凭空变出15分钟来？结果他比导演预想的时间稍微晚到了一点点。
好家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那个导演根本不管3721，当着满大街的面，用极障的粗话对他破口大骂，一路从他下出租车那一刻起，追在他屁股后面骂。他去换衣服，导演就在车外面继续骂，骂得狗血淋头，极其难听。他整个人被骂懵了，当时连剧本都忘了拿在手里。等进了片场，导演一看他两手空空，火气更大了，直接抓起一本厚厚的剧本，狠狠地朝他飞砸过去。万幸啊，没有砸中他。诸位啊，现在的人在公司里被主管稍微批评两句，都要闹着离职。她一个女孩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如此羞辱，剧本都砸脸上了，她心里委屈不委屈？肯定委屈到了极点了。但是她接下来做的事情，才是她日后能成为大事后的真正原因。她干了什么？她死死地把眼泪憋住了，一句话都没顶嘴。为什么？因为当时租的那个拍摄场地，人家马上就要开门营业了，只给他们留了1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如果他当时没忍住，哭出来了，妆就全花了，重新补妆肯定来不及，所有人的工作进度都会因为他一个人被毁掉。为了顾全大局，他硬生生地把所有的屈辱和眼泪全吞进了肚子里。他就这么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地拍完了那场戏，一直熬到收工，剧务把他送上出租车，还假惺惺地说了一句：“你别放在心上啊。”车门砰地一关，那一瞬间，他就像大坝决堤一样，在出租车后座上彻底崩溃，嚎啕大哭，哭得歇斯底里，把那个出租车司机都快吓出心脏病了。后来这件事甚至惊动了高层，有人打抱不平说导演当街大骂女演员，但他回过头来看，他却把这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一刻。诸位啊，看到这里，你们领悟到易经里的智慧了吗？人在倒霉的时候，在被小人刁难，被外界羞辱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去对抗。你受的每一分委屈，都在撑大你命局里的容器，你挨的每一句骂，都是老天在替你挡将来的大灾。这就叫受辱消业。他把这股极大的怨气转化成了内心的定力。你连这种屈辱都能咽得下去，以后还有什么大风大浪能掀翻你？可是光有定力还不行啊，演技烂哭，戏哭不出来，这也是事实啊。导演喊开拍，要他演哭戏，他死活哭不出来，心里还纳闷，我今天心情挺好的，无缘无故你叫我哭什么？就在他演技最差，被骂得最惨，最迷茫的时候，他命局里的一道强光照进来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贵人出现了。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在这个吃人的名利场里，别人都看他的笑话，这位老戏骨却愿意像上课一样手把手教他演戏？幕后的那些大哥为什么像亲爹一样护着他？这真的是因为他运气好吗？错。今天我就给你们交个底，老祖宗说的出门遇贵人，这贵人到底是怎么招来的？很多人跑来找我，一开口就问我今年运势怎么样啊？命里有没有贵人相助啊？能不能摆个什么风水阵，把我的贵人给招来啊？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句大实话，你一定要记住，贵人从来不是求来的，更不是花钱摆个摆件就能招来的。贵人是被你自身的磁场吸过来的。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同频率的能量会互相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散发出什么样的气场，从而引来什么样的人帮你。易经里还有一个坤卦，坤代表大地。大地有什么特质？它极其低调，极其谦卑，它承载万物，绝不抢风头，所以所有的江河雨水，所有的养分都会自然而然地流向大地。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像大地一样，心态放低，
懂得感恩，能吃苦受委屈。就像咱们讲的，他被导演指着鼻子骂祖宗都能忍住不发火，你的命格里就充满了坤卦的包容力。诸位想想看，那些手里有资源有经验的大佬，他们在这个大染缸里见过多少虚荣浮躁的人，当他们突然看到一个踏踏实实受了天大的委屈还能咬牙硬扛，眼里满是真诚的年轻人时，他们心底的那种保护欲和传承欲瞬间就会被激发出来。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天助自助者。你把自己修成了一块肥沃的土地，老天爷自然会派人来给你播种。某 S 姓女星的经历就是最完美的教科书。当时她演技差，被全城报纸骂，还被嘲笑是鸡仔生，连哭戏都不会演。导演一喊开拍，别人都入戏了，她愣在那想，我今天挺开心的，为什么要哭啊？懂行的人都知道，在剧组那种分秒必争、极其势利眼的地方，一个连哭都不会的新人，简直就是个拖油瓶，是要被人翻白眼，甚至穿小鞋的。可是结果呢？他命里最大的贵人之一出现了。当时剧组里有一位极其资深的某 C 姓男星，这位前辈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手把手地开始教他演戏。他不会哭，这 C 姓男星就把他拉到一边，像个心理导师一样，跟他聊他心底最惨痛的经历，试图帮他把情绪引导出来。有时候老戏骨讲戏讲到自己都感动地哭了，虽然当时他太嫩，还是没完全掌握这种高级的技巧，只能靠硬生生地憋出几滴眼泪，甚至对自己的表现失望到大哭。但这位老戏骨依然没有放弃他。后来紧接着又合作了一部几十集的警匪大长剧，前后加起来差不多1年的时间啊！诸位，在这1年里，这位西信前辈硬生生地给他上了一个浓缩版的演艺速成班，把毕生的经验全倒给了他。你们觉得人家凭什么这么尽心尽力地帮一个毫无血缘关系还在挨骂的新人？真的只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吗？娱乐圈从来不缺漂亮面孔，人家是看中了她身上那股极其渴望学习、极其感恩、绝不骄傲娇气的低姿态。她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前辈给的所有养分，并且打心眼里感激人家。这股子沉气才是打动贵人的核心密码。这还没完，除了这种前辈大咖，他在底层还积累了一张极其强大的隐形贵人网。当时的他孤身一人在香港打拼，妈妈在海外。在剧组里，那些干粗活最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比如剧务啊、梳化服的大哥大姐啊，全都被他的人品给折服了。你们要知道啊，诸位，看一个人的人品，不是看他怎么对待大导演、大老板，而是看他怎么对待那些最底层的干活人。他从来不摆什么选美季军的架子，永远是客客气气、笑呵呵的。结果呢，这些幕后的大哥们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亲妹子一样来疼。剧务跑来跑去，总会顺手帮他拿东西，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盒饭，永远第一个给他留着，有什么好吃的，煲了什么好汤，绝对有他的一份。在这个充满勾心斗角的名利场里，这些底层的工作人员硬是用一碗碗热汤、一个个盒饭给他筑起了一道最温暖的防护墙。最感人的是什么？是很多年后，当他拿遍了所有的奖项，决定要离开这家老东家出去闯荡的时候，发生了一幕极其震撼的画面。全剧组20多个5大3粗的老爷们，大剧务专门为他展了一个局，请他吃饭，给他饯行。那一桌子20多个大男人，就他一个女孩子。这顿饭吃到最后，这些大老爷们一个个像老父亲一样围着他千叮咛万嘱咐，
出去以后不能再这么实在了啊，在外面要懂得保护自己，别总是傻乎乎的惹人欺负。一遇到事要忍住，照顾好自己啊！诸位啊，听到这些话，他当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一直忍到散场，一钻进出租车，车门一关，他再次嚎啕大哭。但是这次跟多年前被导演骂的在出租车里痛哭完全不同，这一次是感动，是感恩，是被这深沉的善意给暖到了心窝里。所以咱们大家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多贵人？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帮他？因为他把善种在了别人心里，因为他不跋扈，不傲慢，因为他永远记得别人的好。这才是最顶级的风水局啊！当你自己是一团和气，一团暖意的时候，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贵人。如果你天天板着个脸，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稍微有点本事，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你就算把家里的风水阵摆出花来，贵人看到你也会绕道走，对不对？但是啊，人生的规律永远是波浪线。当他在老东家混得风生水起，拿到了所有人拿的奖，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他竟然主动掀了桌子，不干了，结果一下子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低谷期。1年都没人找他拍戏，天天待在家里怀疑人生。人在极度风光的时候跌落神坛，这种巨大的落差到底该怎么熬？刚才说到这位某 S 姓女星，在老东家那是混得风生水起，拿到了所有能拿的最高奖项，可以说是稳坐了大事后的头把交椅。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他主动不干了，要离开这个舒舒服服的温室。现在很多人一听，肯定觉得这人是不是傻？在一个大厂里当上了高管，资源全围着你转，躺着赚钱不好吗？瞎折腾什么呀？我跟大家讲，这就是他命格里极其高明的地方。他无意中顺应了易经里极其深刻的一个规律，叫做亢龙有悔。什么叫亢龙有悔？就是一条龙飞得太高了，飞到了顶端，没有退路了。这个时候如果再硬着头皮往前冲，就一定会栽大跟头，必有灾祸。你看他在老东家的时候，基本功已经练到家了，台里90%的演员他全都合作过了，能演的戏路基本都演了个遍。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要是再这么耗下去，我自己演得无聊，观众看着也会腻。等哪天观众彻底看腻了，我再走，那就太晚了。所以他在最巅峰最风光的时候，选择主动掀桌子，跳出舒适圈，去开拓外面更大的市场。这在命理上叫做主动应劫，破局重生。你想突破原有的命理天花板，就必须亲手打碎眼前的饭碗。可是诸位啊，这话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那是包皮抽筋一样的痛。他满怀壮志地离开老东家，冲到了外面的新市场。确实因为他名气大，新市场给的片酬极高，是他以前赚的10倍。在外人看来，哎呀，赚大钱了，多风光啊。可是你们知道他当时经历着怎样恐怖的心理煎熬吗？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他陷入了漫长的空窗期。以前在老东家1年能拍5、6部戏，连轴转365天，有362天都在片场。现在呢，1年居然只接到了1部戏，大半年的时间天天待在家里，连个通告的眼儿都看不见，就像连鬼都不上门一样安静。这下他彻底崩溃了。赚钱再多有什么用？钱根本解决不了内心的恐慌。他开始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天天在家里胡思乱想，为什么没人找我拍戏了？是不是外面的市场根本就不需要我？是不是大家已经讨厌我了？是不是观众早就把我给忘了？这种自我价值全面崩塌的感觉，
比没钱吃饭还要折磨人。诸位啊，你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比如突然失业了，或者换了个新行业，结果大半年打不开局面，天天焦虑的睡不着觉，觉得自己是个废人。这个时候咱们就必须要把易经乾卦里的第一爻搬出来了，潜龙勿用。你到了一个新环境，或者人生处于低谷停滞期的时候，你就是一条潜龙。什么是潜？就是把你所有的锋芒，所有的骄傲全给我藏到深水底下，蛰伏起来。勿用不是说你是个废物没有用了，而是老天爷在警告你，时机未到，千万不要盲目行动。你看那些大树，一到冬天叶子全都掉光了，光秃秃的像死了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要把所有的能量都收缩到地底下的根部，去保住性命，去熬过这漫长的严寒。如果在冬天它非要发芽，一场大雪下来，直接冻死，连根拔起。人在低谷期也是一样的，老天爷给你这段无人问津的时光，不是为了惩罚你，是为了让你扎根是为了让你清空以前所有的傲气，让你静下心来去扩充自己的容量。如果在这个阶段你耐不住寂寞，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为了刷存在感去接一些烂活，或者天天在家里抱怨老天不公，那你身上的正能量就会被彻底消耗光，你的命运就真的跌进深渊，再也爬不出来了。那这位 S 姓女星在那段万念俱灰，甚至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的日子里，到底是怎么熬出来的呢？当一个人陷入极度负面的情绪漩涡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瞬间逆转自己的风水磁场？这里面有一招极其邪乎但也极其管用的改运心法。这位某 S 姓女星离开了老东家，跳出舒适圈，结果迎面撞上了1年的空窗期，没人找她拍戏，天天在家里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你看现在的人一旦遇到这种事业停滞、感情受挫，或者赚不到钱的低谷期，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抱怨。逢人便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社会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别人能赚钱我就不能，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也经常这样？但是我跟大家讲，你越是这么想，你的运气就会越差，你会一路跌进18层地狱。为什么？这就是易经里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是现代人常说的吸引力法则。你每天愁眉苦脸，自怨自艾，你的脑子里全都是恐慌、焦虑和愤怒。在玄学里，这就是极度的阴气和浊气，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磁场全都是黑色的。财神爷、贵人、好机会，那都是纯阳之气，人家远远看到你这团黑气，躲都来不及，怎么可能靠近你？所以人在倒霉透顶的时候，去求神拜佛没用，去买什么转运珠也没用，你必须从内部打破这团黑气。那到底该怎么打破？在这位 S 姓女星最痛苦、最抑郁的时候，她命里的又一个机缘出现了。她看到了一本教人如何感恩的书，姑且就叫它感恩魔法吧。这本书里教了一个极其邪乎，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改运方法。方法是什么呢？书里说，要求你在让你最痛苦、最负面的情绪里，硬生生的找出10个让你感恩的点。诸位听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位 S 姓女星当时的反应和你们一模一样，她拿着那本书头大如豆，心里破口大骂，这作者简直是个神经病。你等一下，你过来，我1年没工作了，我都快愁死了，你让我讲出失业的10个好处，你找给我看看。但是诸位
这恰恰是道家讲的阴极生阳的最核心奥秘。易经的太极图大家都在我频道里看过了吧？一半黑一半白，但是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纯粹的坏事，在倒霉的绝境里都一定藏着一丝好运的生机。如果你天天盯着那个黑看，你就会被黑暗吞噬。但如果你能在一片漆黑中把那个芝麻大小的白给揪出来，并且无限放大，你的太极图就转起来了，你的命运齿轮就开始重新咬合了。这位女星当时虽然觉得这方法很扯淡，但她实在没招了，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带着也是带着。于是她就开始逼着自己做这个练习。一开始根本找不到关于工作的感恩点，那怎么办？降级找，她开始想，虽然我没戏拍，但我今天吃了一顿特别美味的饭菜，我很感恩。虽然我失业了，但我起码还有一套遮风挡雨的房子住，没有流落街头，我很感恩。虽然我心里很苦，但我身边还有几个愿意听我倾诉的好朋友，我很感恩。最重要的是，我手脚健全，我还有个健康的身体，我活着，我就该感恩。诸位啊，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当他不再盯着我失去了什么，而是开始盘点我还拥有什么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一丝怨气，那一团阴霾，不知不觉地消散了。当你的关注点从匮乏转变为富足的那一瞬间，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磁场就从黑色的阴气变成了金灿灿的阳气。这在修行上叫什么？这叫一念转万境转。外面的世界其实根本没变，还是没人找他拍戏，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彻底亮了。他连续做了28天的感恩练习，28天之后，他整个人豁然开朗。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天天在家里愁眉苦脸的等电话，这纯属浪费时间呢。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我干嘛不去升华一下自己呢？于是他彻底放下了焦虑，开始疯狂地看国内外的经典电影，看各种神剧，去研究别人的演技。你们要知道，他以前在某电视台连轴转，一连365天都在片场，根本没有时间去沉淀和吸收。老天爷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其实就是为了让他补课的。他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演技资料库给塞得满满当当，整个人就像一个吸足了真气的武林高手，就等着下山大展拳脚了。结果大家猜怎么着？当他的能量场完全调整到了最佳状态的时候，老天爷准备好的超级大礼包直接就砸到了他怀里。一部现象级的警匪神剧找上了门，把一个极其出彩、浑身是戏的某低姓卧底大姐大的角色交给了他。因为他在这段低谷期里已经攒足了能量，他的演技有了质的飞跃。这个角色一播出来，直接轰动了整个亚洲影视圈，让他迎来了人生中最大最猛烈的一次事业大爆发，直接封神。诸位记住了啊，命运就像一条弹簧，你被压得越低，只要你内心不崩溃，只要你能把负能量转化掉，你反弹的高度就越恐怖。这根本不是什么迷信，这就是宇宙间最硬核的能量守恒定律。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老师你说的都对，但我现在就是倒霉，就是很难调整心态。有没有更简单更直接的实操方法，能帮我把眼前的晦气去一去？没问题，我一直说大道至简。今天我不给你们讲那些高深莫测的东西，咱们来一点最实际的。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一拍大腿，说老师啊，人家是大明星，有底气，我现在卡里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了，
老板天天给我穿小鞋，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你让我坐在这儿想10个感恩的点，我实在是做不到啊！我满脑子都是火气，怎么办？没关系，我太懂你们了。人在极度倒霉、磁场极度混乱的时候，你的心是静不下来的。这个时候，你光靠脑之气转念很难。所以今天我不跟你讲虚的，我直接给你上干货。我接下来要教诸位的是3个极其具体保姆级的实操动作，不需要你花1分钱去请什么大师，也不需要去买什么昂贵的风水摆件，你只要把你平时看某短视频平台、刷某图文社交平台的时间抽出来一点点，把这3个动作做透了，我敢向你保证，你身上的那股穷气和晦气立马就能被挡在门外。诸位竖起耳朵听好，最好拿个小本本记下来。第一个动作，物理清场，扔掉家里的破败之气。大家要知道，风水最讲究的是一个气质。易经里讲阴阳，你家里如果堆满了几年都不用的旧东西、坏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一堆死气沉沉的阴气。很多人跑来问我，哎呀，我怎么最近老破财呀？怎么干啥都不顺啊？我跑到他家一看，好家伙，一进门鞋柜上乱七八糟堆满了全是灰尘的破鞋，厨房里吃饭的碗边缘都磕破了还在用，衣柜里塞满了3、5年都没穿过1次的旧衣服。诸位啊，我跟大家讲，你住的房子就是你身体磁场的延伸。你的大门口和客厅在风水上叫做明堂，明堂必须是什么样的？必须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就像一张极其干净的宣纸，或者一块高对比度的纯黑背景板。只有背景足够干净，你的人生才能画出大开大合的太极水墨画。如果你这块背景板上全都是乱七八糟的杂物和灰尘，财神也想给你画个发财符，都没地方下笔，对不对？还有那个破碗，千万不能留。老祖宗为什么说打碎的碗要说岁岁平安？因为碗是你的饭碗啊，你天天端着一个缺了口子的碗吃饭，这在命理上叫漏财相破饭碗。你天天向宇宙传递我的饭碗破了的信号，你的工作能顺吗？你的钱能留得住吗？今天看完这个视频，立刻站起来，拿个大黑垃圾袋去把你家里这3样东西通通扔掉。破损的物品，缺角的碗碟，坏掉停摆的钟表，破洞的旧鞋。2、3年以上绝对没碰过的杂物、旧衣服、废旧电器。3、枯死的植物，家里绝对不能有干枯的死花死草，那是极强的衰败之气。扔东西的过程就是在进行物理排毒，把你身边的阴气全部清空，流出白，流出空间，新的阳气和财运才能流得进来。第2个动作，语言戒毒，斩断你的贫穷咒语。诸位啊，这一点极其重要，很多人天天在犯，自己却浑然不知。在八卦里，语言属于震卦，震为雷，是带有极强振动频率和穿透力的能量。你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下咒语。现在的人呢，稍有不顺心，张嘴就是哎呀，烦死了，我怎么穷成这样，气死我了，我真是倒霉透顶。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我告诉你，每当你说一次我穷，你就是在给你的潜意识，给宇宙下达一次指令。宇宙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想体验穷的感觉，于是就把更多的倒霉事安排给你。这在心理学上叫自证预言，在咱们玄学里这就叫言灵反噬。你看那个某 S 姓女星，当年被大导演指着鼻子骂祖宗，剧本都砸到脸上了，她为什么一句话不说，死死咬住嘴唇？因为她知道一旦她张嘴反击或者张嘴抱怨，
那股恶毒的能量就会真正进入他的磁场，事情就会彻底失控。从今天开始，强行管住你的嘴，给自己的人生留出一个气口。什么叫气口？就像我们说话喘气要停顿一样。当你想抱怨、想发火的时候，强行在心里数1、2、3，给自己留出半秒钟的空白停顿，把所有的负面词汇替换成中性或者正面的词汇。想说烦死了，立刻闭嘴，深呼吸，改成说这事有点挑战，但我能搞定。想说穷死了，改成说我正在积累财富的路上。遇到别人惹你生气，不要马上骂人，留个气口，在心里默念道法自然，这都是来度我的考验。只要你能坚持管住嘴巴21天，不去发泄负能量，你会发现你的面相都会变，相由心生。你的眉宇间不再是化不开的愁云，贵人一看到你这面相清朗，自然就愿意靠近你了，对不对？第3个动作，暗中布施，启动命局里的生门。很多人以为布施做善事那是大老板有钱人干的事儿，自己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去布施？诸位，大错特错。易经讲太极运转，阴阳交替。你现在运气差，是因为你的能量变成了一潭死水，彻底卡住了。你想让这潭死水重新流动起来，变成活水，你就必须要主动往外给。只有你先给了，宇宙才会形成一个能量回路，把更好的东西反哺给你。而且真正的布施根本不需要你花大钱，最好的风水其实就藏在你日常生活那些不起眼的微小善意里。从明天出门开始，去做3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千万不要发到任何社交软件上去炫耀，这叫阴德，也就是暗中积攒的福报。一个财布施，看到烈日下扫地的大爷大妈，去便利店买一瓶2块钱的矿泉水递过去，或者在路边看到流浪猫狗，买根火腿肠喂一喂，2块钱，买不到吃亏上当，但能买到你内心那一瞬间涌起的慈悲心，这股慈悲心就是极其强大的阳气。2、言布施，对你小区的保安，对给你送外卖的小哥，真心实意的笑一下，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了，把你的和气传递给别人。3、法布施，把对别人有用的知识、智慧分享出去。比如今天你听到了这个关于易经改命的道理，觉得醍醐灌顶，你把它告诉一个正处于迷茫期的朋友，哪怕只是随口点拨他一句，这就是在救人一命。诸位啊，这3个动作，清空杂物，管住嘴巴，微小布施，看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对吧？但它背后全是道家的顶级智慧。你只要照着做，把你这块人生的画布清理干净，用善意去点墨，不出3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那股轻松通透的劲儿全回来了，运气自然就跟着来了。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其实已经掌握了改命的方法，但是在我们人生的尽头，在生死的大关面前，到底什么才是支撑我们、支撑一个家族走下去的终极力量？那位在女星低谷期帮过她的老戏骨，最终不幸离世，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震撼的遗言？前面聊了那么多名利场的起伏、赚钱的门道、改运的招数，但是当人生走到尽头，在生与死的大关面前，到底什么才是支撑我们、支撑一个家族绵延不绝的终极力量？咱们还得回到那位 S 姓女星的故事里。你们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在她最困难、挨骂最多的时候，像父亲一样手把手教她演戏的某西姓老戏骨吗？这位老前辈演了一辈子配角，
在各种剧里演过无数次 S 姓女星的爸爸。在片场那个极其高压、极其功利的环境里，他永远是那个最让人舒服的存在。他喜欢开玩笑，喜欢逗大家开心。只要有他在，再累的剧组也充满了欢声笑语。他经常偷偷买一堆好吃的，分给剧组的年轻人，还笑着叮嘱大家别那么执着，别那么计较，吃亏一点就是福气，又不会少块肉。可是就在不久前，这位一直给大家带来阳气和欢笑的老爷子，因为重病永远的离开了。这对 S 姓女星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心里的那份悲痛真的是难以言表。但是当他静下心来去回想这位老爸爸的一生时，他突然悟透了一个道理。他想，以他那么豁达那么开朗的性格，如果他在天上看着我们，他绝对不想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为他哭泣，他一定会大笑着说，哭什么，迟早大家都要在这边相见的，赶紧开开心心去过你们的日子。诸位，这就是大智慧啊！这位老戏骨留给这世界的不是什么金山银山，而是他那颗永远通透、永远在不失欢笑的真心。这说明了什么？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全篇最核心的结论：在生死面前，在时间的长河里，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好了，今天跟着我一路听下来，讲了这么多深奥又实在的道理。我知道你们平时生活忙，记性不好，听完容易忘，就像老师担心学生记不住重点一样。我在这里在最后啰嗦一遍，把今天讲的命理真相和改命秘诀给你们做一个保姆级的精炼回顾。这几个核心你们打死都要记住，这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血泪智慧，绝对不是瞎说的。第一个真相，突如其来的暴富和爆红，如果你的德行和定力接不住，那就是大灾。遇到天上掉馅饼，先别狂喜，先问问自己配不配。第二个真相，当你倒霉透顶，被全网骂，被老板穿小鞋的时候，别光顾着哭，那是老天爷在帮你消业障，撑大你的命格，受得住多大的屈辱，以后就能承载多大的福报。第三个真相，贵人永远不是求来的，像大地一样保持谦卑、真诚、感恩，你自身散发的温暖磁场，自然会把贵人吸到你身边。三大改命秘诀，别再去乱花钱摆什么风水阵了。从今天起，扔掉家里破损不用的杂物，管住自己抱怨喊穷的嘴巴，哪怕只花2块钱去买瓶水送人，或者给底层劳动者一个真诚的微笑，只要做到这3点，不出3个月，你的运势绝对翻盘。诸位啊，你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通过本平台，借着这个缘分讲易经，讲命理，讲因果，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听故事娱乐一下就完事了。最好的风水其实是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是修为。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着怎么去改变外界，怎么去赚更多的钱，却忘了修自己这颗心。你看那个太极图，外面的世界怎么转你管不了，但只要你心里的那个太极眼是正的，是亮的，你就能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逢凶化吉。而且我跟大家讲，人的能量是会互相传染的。一个人如果能通过修行，把自己的心态拨正了，把自己的气场变得温暖、豁达、充满阳气，你不仅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还能改变你伴侣的命运，改变你孩子的命运。一个人改变，就能影响一个家族的兴衰。这就是古人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不要把今天学到的这些智慧藏着掖着，咱们要懂得发布施。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尤其是那些正处于低谷期，每天焦虑内耗，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的人，你给他们看一看，也许视频里的某一句大白话，某一个转念的方法，就瞬间点醒了他。你的转发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积累的无量功德啊！当你带着这颗利他之心去传播智慧的时候，你本身就已经站在了风水的最顶端。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苦口婆心讲的这些道理，真的对你有启发、有帮助，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指，给新图天机点个赞，关注我。你的每一次点赞，每一个转发，每一条留言，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都是在参与这场极其庞大的正向能量循环。如果你现在心里有迷茫，或者想为家里人祈求个平安顺利，我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或者写下一句为家人祈福。不要小看评论区，当几千、几万个带有善意和祝福的念头汇聚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能量磁场。互动越多，大家的共同能量就越强，咱们互为贵人，互相成就。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照着我说的方法去做，把心修好，看看从明天起你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奇迹般的改变。今天咱们就讲到这，诸位，咱们下期再会。祝大家福生无量，好运常伴。